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说到济公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都是游本昌老师吧。当年游本昌老师凭着一部《活佛济公》被全国人民熟知，当时谁都会唱一句鞋儿破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。当然更少不了那颗伸腿瞪眼丸，一吃什么病都好了。之后本应该是顺风顺水，拍很多电视才是的他，但却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，不再出现。直到20年后，人们才重新看到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原来在演完济公之后，其实有很多导演以及领导来找游本昌老师，但游本昌老师全都拒绝了。他当时给出的理由就是演不了，甚至还有些人等了1个小时，等到的结果依旧是演不了。事后游本昌老师解释道，我的原则不高，及格做就行，只要演出来不挨骂就行。要知道，为了演好济公，游本昌老师甚至还津津有味地吃起了已经发臭的鸡腿。游本昌老师认为，演员是树立榜样的职业，不能因为有钱赚就去演，不会演还去演，把不好的作品给观众看，这是不对的。然而事实也证明，游本昌老师拒绝掉的那些电视剧全都没有成功。可无论怎样，他得罪了那些导演和领导，导致之后的20多年里没有人来找他演出。可即使演电视没人请，但自己总能在剧场演吧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剧场这边也出事了。1991年，剧场给每个演员都下了一个目标，如果没有赚到足够的钱，就有可能被扫地出门。这下游本昌老师可犯难了，如果到年底没有完成任务，我是不是什么戏都得演了？文艺工作者是为观众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为弘扬真善美服务，什么时候要为人民币服务了？于是游本昌老师就闲了20多年，即使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出演，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失落。不演电视的20多年，游本昌老师没有任何放松，一直在磨练自己的心智和演技。后来有次采访到活佛济公时，游本昌老师这么说道，是济公度化了我。济公祭的是公，不是祭司。济公济世为公，济公文化无我利他，天天为自己的私事而计较，并不是有智慧的人。现代人为名所困，为利所困，为烦恼所困，就是因为太在乎自己的利益，放不下的事太多了。是啊，有些人说一个角色可以改变一个人，通过出演济公，他看清看淡了许多事情。很多人说名气会让一个人变得自大膨胀，目空一切。前段时间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就出事儿了。83版的《西游记》在国内无人不知，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在这之后就一直消费着《西游记》，直至将吴承恩纪念馆里都贴满了自己的海报。无论在哪里，他都一直强调自己演的才是孙悟空，别人的不是。于是网友们就拿出了游本昌老师的一段话来进行比较，要热爱自己心中的艺术，为它可以付出生命，但是绝不可以爱艺术中的我，艺术中的自己，爱自己是不行的，是搞不好艺术的。两人的境界一目了然。2011年某天，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非常普通的一天，而这一天的游本昌老师做了一件大事，他把家里的房子卖了，为了一部话剧，这部话剧就是弘一法师最后之胜利。其实游本昌老师本人早在2009年就去寺庙剃度出家了，不过他早在6岁的时候就已经拜师皈依了佛门。游本昌老师想拍这个，不仅因为他信佛，而是弘一法师身上有太多值得弘扬的优秀品质，他必须拍。为了可以将话剧的效果放到最大，年近80的游本昌老师可谓是费尽了心血，各种活动都要他来进行，甚至连付演员的工资都是由他亲自付的。话剧刚出来的第1年很辛苦，因为几乎无人知晓，所以那时根本没有什么人来看。面对台下不多的观众，大家还是坚持了下来，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会有回报。好在第2年就开始有了回声，剧本也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。
眼看着这部剧越来越受欢迎，大家心里都非常开心。一直到第3年，话剧大获成功，甚至还出国进行演出。新加坡、意大利、加拿大这些国家的演出反响都很好，弘扬了我国的文化。游本昌老师演弘一法师，一演就演到了现在。一路从济公到弘一，86岁的他对于人生、佛学、角色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，在待人接物上也变得更加随和有度。现在的他依旧非常精神，甚至还积极地去了解年轻人的东西。到了这个岁数的游本昌老师仍旧是不断改进自己，即便碰到困难也是云淡风轻。有一次有个演员排练时怎么都演不好，游本昌老师就亲自做给他看，可没想到脚下一滑，摔断了左手。为了不影响演出，他选择了做手术。学生们问他疼不疼，他答道：这就是无常啊，生命在一呼一吸间转瞬即逝，这点疼痛算什么？为了贴近年轻观众，他还玩起了微博和抖音，每次都亲切地称呼来看他的粉丝亲爱的娃娃们。如今88岁的游本昌仿佛不知疲倦似的，为了自己的艺术理想仍然在舞台上忙碌着。在他晒的视频的一面墙上贴着一张密密麻麻的工作日程，闲暇时间也在忙着搞创作，比年轻人精力还旺盛。虽然不关心话剧的人依旧不知道他在忙碌些什么，甚至有人惋惜他明明可以借着济公的名气过得好一点，多演一些角色，多接一些商演，何必把自己过得如此辛苦？他却早已看开，演员这一生能够遇上一个好角色，已经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幸事。有人喜欢写书立传，给自己贴金，却眼见着吃光老本，万劫不保。但也有的人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冷清，活成了真正的艺术家。至于在济公里的一句话，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，便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解释解释。历代的高僧大德其实都对这句话进行了解读，我们来一起听一下。第一位，宣化上人。修行人着魔时，有时有一种空魔来了，他附到你的身上，说你不要受戒，这个受戒呀，那是小乘法嘛，大乘菩萨没有过这么多麻烦的拘束，这一切都空的嘛。以前我不讲过吗？酒肉穿肠过，酒肉在肠子里边过去了，佛在心头坐，那个佛一切为心，你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嘛。他这么样讲，所以乃谤持戒，说你不要持戒，说你这受戒，这小乘人才受，大乘人不要这个。其实大乘人的戒更清楚，大乘人更不应该犯戒的。第二位，祥云法师。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，这句话是诽谤佛法的，这是不正确的。因为一切众生，佛认为是自己的儿女，你把他儿女给杀了，你还叫信佛吗？是不是？这不叫信佛，所以喝酒吃肉的不是佛教徒。第三位，印光法师。济公禅师是有大神通的圣人，为了让人们升起对佛法的正信，他经常实现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济公禅师喝酒吃肉是为了掩盖其圣人的功德，目的是使愚人见到他癫狂错乱不如法的表象，不去相信他以保证不辱没佛法，否则他就不能常住世弘法了。凡是佛菩萨示现弘法，都要示现出凡夫的样子，仅以道理德行来教化众生，绝对不能显现神通。如果现了神通，就不能住世弘法了。济公禅师把癫狂的样子显现出来，则无碍住世，无碍弘法。所以不是说修行人都可以喝酒吃肉的，世间的善人尚且不喝酒不吃肉，何况佛弟子？要教化众生，如果自己都不依教奉行，当然无法让别人升起信心，而且还会使别人的信心退转，所以不能学习济公禅师喝酒吃肉。济公禅师吃了肉能吐出活的来，凡夫吃了连原样的肉都吐不出来，怎么能去学吃肉呢？济公禅师喝了酒，能给佛像装金，能把无数大木材从井里运出来。凡夫喝了酒，连从井里打水都打不上来，还要学他喝酒，
济公传有好几种，最菩提是最好的，近期有流通的，说有8本，都是后人敷衍伪造的。最菩提的文字文意都很好，所述的事情也是当时发生的真事。世间人不知所以然，不是轻易学习，就是妄加诽谤。轻易学习济公禅师，肯定要堕地狱；妄加诽谤济公禅师，则是以凡夫的见解揣度会神通的圣人，也是罪过，但比轻易学习之人罪过要轻很多。因而我们见到济公禅师不可思议的地方，要心生尊敬信心，见到他喝酒吃肉，绝对不要学习他，否则只有害处没有好处。希望诸位都要细细洞察这一点才好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关于吃肉这个问题，小编在往期节目中也做了相关的解读。虽然关于佛教是否可以吃肉这件事儿一直颇有争论，但根据经律记载，佛在世时确实有一段时间是允许佛弟子吃肉的，可以食用3净肉、5净肉等。但是佛在世的这类净肉却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3净肉。而对于喝酒这个问题，佛教的5戒中已明确说明，大家就不必再生妄想了。